这是儿时的一部动画片，名叫《布雷斯大警长》。我想很多80后对其都并不陌生。这部科幻动画片在1987年美国首播，而后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后引入中国。当时无数少年儿童都梦想未来有一天可以像这位警长一样，能拥有鹰的眼睛、狼的耳朵、豹的速度和熊的力量，进而变为正义的化身。这种超能力在当时可谓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但却在21世纪的今天成为了可能。因为人类科技树在遗传工程方向上的又一项创新被点亮，那就是基因编辑。什么是基因编辑呢？基因编辑通俗的讲是通过技术手段在生物的原有基因上插入、删除、修改或替换某种特定基因片段，以改变生物的原有基因，达到使生物改变其原有生长规律的目的。那在了解它是如何增删改换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基因。基因是带有遗传信息的 DNA 片段，任何生物的生长、衰、病、老死等一切生命现象都与基因有关。可能很多人会听过我们的人类是由原子和分子组成，这本身并没有错，但这是从化学层面来说。而从生物层面，人体则是由细胞组成，细胞内又存在细胞核，而细胞核里关着的就是 DNA。 我想很多人都见过 DNA 的图片，长这个样子，是一个双螺旋结构。但大家看到的其实只是 DNA 的一个局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DNA 太长了， DNA 分子的链宽 2.5 纳米，长度可达分米级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将链宽放大到 2.5 毫米， DNA 的长度就将会达到上百公里。可见这么长的东西在小小的细胞内无规律的乱跑怎么行？于是它被关在细胞核内，并与组蛋白等紧紧缠绕在一起，形成染色质。细胞分裂时就形成染色体。 DNA 上有4种碱基，分别是 A、G、T、C， 配对原则是 A 只能配 T，G 只能配 C。碱基之间通过氢键结合，最终形成我们看到的双螺旋结构。而刚才也说了， DNA 的这种碱基对特别的长，当然信息量也巨大，但有些片段具有遗传效应，有些则没有，所以我们就把具有遗传信息的 DNA 片段称为基因。但光有细胞核内的这些 DNA 片段还不行，我们的基因要通过某个信使，通过转录的方式将其带到细胞核外，形成蛋白质，才能表现出人类的各种性状，比如白皮肤、黄皮肤或者黑皮肤。这个转录者就是 mRNA， 也就是信使 RNA。mRNA 听着好像有点耳熟，没错，现在世界各种新冠疫苗中，除了灭活疫苗、腺体疫苗外，美国的莫德纳和德国的拜恩泰克研发的疫苗均是基于最新的 mRNA 技术。那么 mRNA 是怎么传递基因的呢？细胞核像一个图书馆，而 DNA 就是里面的一本本书。书上有海量的信息，但并不是每句话都有用，而基因就是书上那些具有遗传信息的有用的文字。但细胞核这个图书馆有个特点，书从不外借，所以只能抄，而 mRNA 就充当了抄录员的角色。这一过程被定义为转录。抄完了 DNA 的碱基对之后，抄录员自己剪掉一些没用的文字，再把有用的拼接并加工一下，形成成熟 mRNA 后，到细胞质中就开启了合成蛋白质之旅。注意，抄录员是有能力对自己进行剪切的，而他用到的剪刀叫做酶。就这样，有了蛋白质，也就形成了人类各式各样的特征及不同的样貌。而刚才提到的 mRNA 疫苗的原理也就呼之欲出了。科学家们通过将含有编码抗原蛋白的 mRNA 注入人体，换句话说，人们设计了一个冒牌抄录员，并指定了他所抄录的内容，这样就可以跳过复制转录的过程，直接形成相应的抗原蛋白，从而诱导机体产生特异性免疫应答，达到预防免疫的作用。好，了解了这些基本概念之后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基因到底是如何编辑的，而 CRISPR-Cas9 又是怎么回事。基因之所以能被这样编辑，其实来源于2个我们人类颇为熟悉的朋友之间的战争，一个是细菌，另一个是病毒。在这场战争中，病毒主攻，细菌主守，而病毒中专门用来吃掉细菌的叫做噬菌者。 Kingslay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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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不是这位 Sir Jimmy， 而是他，噬菌体。这家伙长相奇特，下面像个蚊子，上面则像个锤子。当他发现细菌后，用爪子将其抓住，并将自己的 DNA 通过管道注入细菌体内，让细菌大量复制自己的蛋白质外壳和基因，这样病毒越来越多，细菌不堪重负而最终死亡。但细菌也不傻，你老这么欺负我，久而久之不就变成 genocide 了吗？于是细菌开始了自己的反击。
在一些细菌幸存者中，他们保存了病毒的多段基因，并将其嵌入到自己的 DNA 中。换句话说，他把攻击过自己的病毒记录在了自己的书中，并用特定的文言文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进行标记。所以每当看到这句话，就表示这一段是老朋友噬菌体的基因。这种具有规律间隔的短回文重复序列就是 CRISPR。而等到病毒再来入侵的时候，细菌就可以派出一个抄录者，专门把书中病毒的基因片段抄下来，然后跑到外面找到核酸酶，对，就是刚才提到的剪刀。不过这次面对仇敌噬菌体，他选择的是一把更锋利也更准确的手术刀，它的名字叫做 Cas9。所以当抄录员找到了跟自己抄录的一模一样的病毒基因序列后，挥刀将其斩断，从而使病毒失效。这就是 CRISPR-Cas9 的原理。而随着科学家对这套系统的深入研究，发现 CRISPR-Cas9 不仅可以用来剪切病毒的 DNA， 事实上它可以精确切割任何 DNA。 只要你可以制造出抄录特定 DNA 片段的抄录者 RNA， 再给它一把手术刀就可以完成。而且更进一步的是，在 DNA 被切断后，它会尝试修复这个切口。如果在附近恰好有一个 DNA 片段与切割末端的碱基对可以配对成功，那么这个片段就会被添加进来，这就达到了基因替换的效果。于是一块崭新的 DNA 就诞生了。2012年 CRISPR-Cas9 的出现使这一过程变得异常简单、精准和便宜，而且它还可以对一个很长很长的 DNA 的多个基因进行同时操作，这就是 genome editing 基因组编辑。CRISPR-Cas9 虽然是从细菌中发现，但却不仅仅只作用于微生物。有了这一利器，人类迅速将其扩展到其他类型的细胞中，如2013年应用于植物，于是增加了更多的转基因作物。2015年，一种快速生长的转基因三文鱼被美国 FDA 批准上市。尽管并不是用最新的 CRISPR-Cas9 方法进行的基因编辑，但它却成为世界上第一种，也是目前唯一一种可供人类食用的转基因动物。这种超级三文鱼将普通三文鱼30个月的成熟期缩短了近一半，只要16个月。尽管为了避免与野生三文鱼交配破坏该物种的基因库，人为的使超级三文鱼不具备生殖能力，但依然遭到很多人的反对。但不管怎样，转基因动物已经摆上了美国人的餐桌。再接下去就是人类，最初的应用当然是疾病。2015年，科学家从 HIV 患者的活体细胞中应用 CRISPR 切断了 HIV 病毒，证明了其可行性。病因之后，在29只老鼠身上进行实验，成功把1/3老鼠体内的 HIV 病毒完全消除，距离彻底根治 HIV 越来越近。紧接着，癌症。2016年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批准了第一个 CRISPR 临床实验，编辑 T 细胞治疗癌症。人类开始向癌细胞发起挑战。癌细胞由基因突变而来，并累积产生，而且还有个绝活，就是可以躲过免疫系统的攻击。CRISPR 可以通过编辑免疫细胞来追踪特定的癌细胞，并最终将其消灭。仅仅4年后，2020年11月18日，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研究人员就首次证实 CRISPR-Cas9 系统可以有效治疗活体动物转移性癌症，并在胶质母细胞瘤和转移性卵巢癌上得到了证明。看来人类对于攻克自己最大的敌人癌症越来越近了。一旦成功，人类的平均寿命将会大大提升。除了治疗疾病之外， CRISPR-Cas9 的基因编辑方法还有一个应用场景，就是将其应用于人类胚胎，可以在受精卵中完成。目的当然是为了避免一些致命的先天性遗传疾病。但改良人类意味着将改变我们这个物种的基因库，因为这些编辑过的基因将被一代代遗传下去。同时，这也涉及到伦理问题，尤其是在以基督教主导的欧美社会中，很多人是无法接受由人类来扮演上帝的角色。那么，有没有人尝试过去扮演上帝呢？还别说，真的有，那就是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的一位副教授贺建奎。他在2016年6月私下组织了一个项目团队，秘密通过编辑人类胚胎 CCR5 基因来使婴儿先天对艾滋病免疫，并成功使2人受孕，先后生下3名基因编辑婴儿，其中还有一对双胞胎。然后2018年11月25日，贺建奎先后在优酷和 YouTube 上高调公布了这一消息。3名婴儿的到来改变了人类发展的进程。贺建奎为了自己的名利，打开了这个潘多拉的盒子，
当然，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。2019年12月30日，贺建奎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。最初的这3名婴儿当然不会被过度设计，只不过是为了解决艾滋病这一个难题。但随着科技的爆炸式发展，如果不多加管制和约束，道德的界限将会变得模糊。也许在不远的未来，一个没有被基因改造过的婴儿反而会遭到歧视。既然你可以先天免疫艾滋病，干嘛不给自己造一个更好的身体、正常视力的眼睛、更好的皮肤、更强劲的心脏和更聪明的大脑？就好像电影《千钧一发》中所描述的一样，未来世界将由基因来决定每个人的命运。英文片名 Gattaca 即是由 DNA 上的4种碱基 AGTC 组合而来，这样每个人类的基因都达到了完美。再接下来就将是突破人类的极限。大自然中有很多人类难以企及的物种，比如灯塔水母，是世界上唯一已知的能够从性成熟阶段恢复到幼虫阶段的生物，也就是所谓的返老还童。理论上，它可以拥有无限的寿命。如果将它的基因编辑进人类的胚胎，那么人类将彻底突破生老病死的轮回。当然，除了寿命，如视频最开始布雷斯塔警长一样的鹰的眼睛、狼的耳朵、豹的速度和熊的力量也会成为现实。讲到这里，是不是已经突破了很多人的认知和伦理界限了呢？难道我们即将进入一个优胜劣汰、基因决定命运的未来吗？先天有缺陷的人就注定了被歧视和被淘汰吗？其实这种事情早已在人类中发生了，例如禁止近亲结婚，或者孕妇在产检时发现胎儿有先天性畸形或者遗传性疾病，就会提前终止妊娠。不仅如此，例如唐氏综合症这种致使儿童天生智力低下的疾病，美国的堕胎率达到 67%， 欧洲则高达 90%。 而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是，在冰岛这个国家竟然达到 100%。 也就是说，只要发现了自己怀了唐氏宝宝，冰岛妈妈无一例外都会选择堕胎。人生而平等，哲学家抛出这句话时自然掷地有声。但事实上，但凡对现实社会有真正洞察力的人就会发现，这句话并没有以任何方式被彻底保证过。人们往往不得不去面对，自然是以原本就没有平等这一状态的事实而存在着。人类的平等更彻彻底底是一个美丽的童话。基因工程是人类科技进步后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，尽管你可能不太喜欢，但却无法阻止未来的降临。也许在宇宙的深处存在某些比人类更高等的智慧物种，基因编辑不过是它们自然演化的一小步。好，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